第2季的首站，大毛来到了位于万佛湖南岸的安徽舒城县高峰乡，这里属于革命老区。为了纪念新四军第4支队全体将士的丰功伟绩和高敬亭将军的传奇人生，舒城县人民政府对4支队司令部旧址韦家大屋进行修缮，正式更名为新四军4支队革命纪念馆。大毛来到高峰乡游钓，也不忘缅怀先烈，前去纪念馆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高敬亭当年是我们大别山地区党政军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就是现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过去了，政府把这里建成了新四军第4支队纪念馆。那我们新四军第4支队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1937年，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代表党中央宣布，横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来参观这个4支队啊，当年是我们横28军部队改编的。他这个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组织纪律最严，军事素质也较高。参观完纪念馆，大毛重新回到游钓的路上。本次钓点位于万佛湖的一个岔湾，前几日的降水之后，水库的水位并不稳定。今天是2016年，我们游钓中国的第2季啊。首先我们是从安徽出发嘛，来到了这个叫贵河水库。我们一会去看看吧，看看这2天这个水啊，一看就涨得很深，大概听他们当地人介绍吧，大概涨了2-3米深，很多钓点都钓不了了。我们一会开个船出去找一找，看看钓位哪个地方能做钓。因为这个季节一下雨的话呢，就是山上很多的这个草种子啊，包括碎草这些东西都冲下来了，很多草鱼啊、鲤鱼这些东西啊都会往上水顶。我还是想再找一个稍微浅一点的地方。现在的这个天气还是不要钓深。刚才我看了一下气压也不高，气压不高的话，可能还是要钓浅一点，钓太深了可能不太好。那准备东西吧。来到水边，为了方便寻找钓位之后直接做钓，大毛将装备移搬到浮台上。有了这种浮式钓台相助，大毛在钓位的选择上变得更加灵活。我们现在啊，就是顺着湖边啊转了一圈，看只有这个湾子稍微好一点。这上面是水田，这下面呢也是田。这时候呢，用这个船啊找这些地方就太好了。如果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这种浮台的话呢，可能我们选择钓位啊就没办法钓。对面都是树，都被淹了，而且也很陡。这边是田的一般的水呢就不是很深，有的就几十公分或者1米多、2米多。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种浮台呢，我就可以往前面够一点，往后面来一点都可以。而且呢，就是我可以顺着整个大的水面啊，水库也好，这些自然水域，我就可以去选择钓位了。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余地很大。大毛依据个人判断打下合适的窝料，幼鱼的时间也就用来做其他的准备了。自然水域野钓中，一款对路的钓饵对于垂钓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大毛对此又有什么打算呢？因为刚刚在旁边看到草鱼了，我还是想针对草鱼、鲫鱼都钓的一款，用一款它的这个开口料吧。就金龙的这款开口料，这款开口料不光是我用了，包括全国赛很多的那个竞技比赛啊，这块他们用的都非常的好。我加30的这个开口料，这是超幼，大家都知道，超幼应该是万能饵啊。我还是想加20的超幼。另外的话呢，它这个黄稻草，金龙这个黄稻草啊。它是一个酵香型的，它是发酵的。我加到50%的这个黄稻草。另外呢，用这个蜜汁柚啊，这是纯大米做的。我们在竞技场很多钓友啊，就对付那种滑鱼，经常用的一款饵就是搓白饵。因为有很多的白饵鱼已经经常被钓放的话呢，这个鱼已经很滑了。只用这种米饭饵。但就比如我们去熬这个米饭呢，可能会省事一点，
金龙直接把这个饵料呢就做成了可以直接获的一款饵。但是我今天拿它干什么呢？并不是钓华鱼，我主要用它找粘，因为它的一个是找它的粘度，另外的话呢，这个蜜汁柚啊，它在水里面呢，它非常的滑，增加鱼的这个入口性。大概蜜汁柚大概只加到10%吧，就是增加它的粘度跟它的这个入口性。这个水比大概是1比0.9。因为我是用手这么和惯了，其实要用量杯的话呢，它应该是在1比0.9。一次性的水让它吃透，吃透以后让它稍醒一下纯粮食的跟那种酵香的那种黄稻草这种酵香的这种味道就出来了，透出来了。做好准备工作后，大毛开始放竿开钓。尽管今天我们到的有些迟，可是鱼儿前来报道却并不迟。刚刚抛下第一竿，浮漂便传来信号，大毛提竿中鱼。看来今天的鱼情十分不错。什么鱼啊？嚯，草鱼！哇，嚯！刚才在旁边看到草鱼，真的是草鱼。哦，自己把自己捆上了，赶快抄上来，赶快把它抄上来。第一竿下去中草鱼。好，第一位草鱼。第一竿下去。那，很激动吧？哎。第一竿子飘逸翻身，就中鱼了，哇！这在我钓到现在的鱼当中，跑了1年多了，可能是第一次了。第一竿中鱼。我的。打桩，打桩了。哦，红尾，看到了，红尾。这个叫蒙古红脖。哎呀，这个鱼太漂亮了，这个鱼，这个是凶猛型的鱼，掠食型的鱼，太漂亮了这个。嚯，今天发财了，今天。啊！太棒了，这个鱼！配合一下啊，我不想把你磕破了身上。好漂亮的蒙古红脖！哦，好了，走吧，拜拜。我想用手机拍一张的也没拍成，哎呀，一会再钓。哎呀，这个还有点大了。我跟鱼啊，哦，哦，哦，又是草鱼。哦呀，这还是发力了。
哦，好。它劲还真大嘞！一呛水就行了。第一条鱼一点没发力，这条鱼那么大力量，怎么回事啊？这也差不多了吧？哎呀，你想抄它真有点难嘞。进来，哦，太累了，真爽。哎，刚才那个宏伟要是这样的话，根本就不会跑。好吧，走吧。真的，我这很久没这么爽过了。像这样的鱼情，一年不知道可能碰到一次两次。第一杆子就中鱼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转眼时间已经到了中午12点，艳阳高照，大毛不得不支起伞来。俗话说神仙难钓50鱼，中午的鱼儿似乎不太愿意顶着高温吃食，鱼口明显减少，但是大毛依旧没有休息，继续挥竿不停。又中了，又中了，又中了，哎呦，又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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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它不发力的时候，能把它上来，最好这一头上来。哎，好，上来了。要不然的话，它一发力，嘿，好，好，放了。哦，又是蒙古红波。哎呀，太棒了！这个鱼啊，一来能来一群子。它每次攻击小鱼的时候啊，它都成群结队的。真的是够分量了，这个鱼。你看，个个都多少了？30多公分了。无比的凶猛，这个鱼，掠食性鱼，太漂亮了。好，我打你了，我还跟你搞这个，我打你了，我打你了。哦，他不让我拉抄网了，就是不让我拉抄网。我一拉抄网，他就下去了，就是不能给他下。头一下去就不好啊，差了，中午时分，烈日下，大毛与水下的鱼儿在历时2小时的冷战之后，鱼情终于发生了转机。看见鱼儿吃口信号逐渐增多，一直坚守在此的大毛自然不会错过任何浮漂的动作。这叫肉菜，整个是圆的，全是肉。爽死了！今天这个鱼钓的，有45公分长这个。哎，一口，你看看，
你看，还有个玩意，哎呀，太厉害了这个，哦，太棒了这个鱼。哈哈，哇，哇，臭谁啊？谁说的话？哦，现在生活。哦，哦，哎呀。到这之后，一直上鱼不断，红尾与白条的个体也十分少见。了解鱼情如此，大毛对草鱼的要求自然也提高了不少。对于大毛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知水下的鱼儿是否配合。差点把我拖下去了。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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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差一点一头就走掉了。什么鱼啊，这么大劲啊！按照正常的，刚才为什么没切切啊？我刚才想起来了，刚才把我的时候后头让了一点点，要不让一点点，我估计就要切了。到现在还没弄头，到现在没看到什么鱼。哦，大草鱼。哦，草鱼。哦。头不给它下去，它就没有力了。头不能给它下去，头一下去就，我就要前功尽弃。哦，哦，哎呀，这条大了，这条，难怪那么大力嘞。哦，连夹子它都带走了，像在万峰一样，万峰的时候就把我夹子也带走了。嘴上带个夹子，带个钳鱼的钳子在上面，来了，潜水艇啊，这条潜水艇太大了，哦。只能怪我的草网小了，我的草网够大的啦！听我话，哎，对，好，哦，真爽！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把我的钳子都带到水里去了。下午6点，水下的鱼儿渐渐停口，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
今天碰上罕见的鱼情，大毛算是过足了瘾。夜晚水上浮台做钓十分不便，大毛也不打算挑灯夜钓，收竿休息了，收拾行装，立刻向下一站进发。今天我们到这个桂桥水库啊，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水涨得太多了。还说我们这次带这个浮台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顺着旁边找到最后就选到在这个天埂上了。没想到窝子做完以后啊，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开始上鱼了。而且真的今天这个渔获是我真的没想到的。那个红尾是我真的很多年没钓过这么大的红尾，红尾啊、翘贼啊，包括草鱼，连续上草鱼。今天的渔获真的是没有想到，这几年可能我们拍了将近快有170个鱼钓中国了，这鱼情应该是最好的，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这种鱼情，所以我们今天早早的就可以收了。哎呀，真这样收我还有点不习惯嘞。4月，气温渐暖，水温升高，鱼饵活性开始回升。第1季的节目结束之后，大毛经过短暂的蛰伏，又开启游钓中国第2季全新的旅程。这一次，旅程的起点从安徽万活湖开始。在上期节目中收获不错的大毛，今天继续在万活湖南岸寻觅草鲤的踪迹。万活湖应该它的蓄水量是91万立方。也是一个算比较大一点的水库了。安徽还有再大一点的水库，像华亭湖是24万立方，它9万亿立方应该也是很大的水库了。最深的地方有80-90米深吧，这个万活湖也是58年建的水库。安徽很多水库都是，大办钢铁的时候啊，58年、59年的时候啊建的水库，这个水库也是一直建完一直没有干过。里面大鱼是很多，但是呢，钓大鱼大家都知道可遇不可求。另外这个季节呢，也不是钓大鱼的时候。我们现在呢，也没准备钓大鱼。我一会儿可能准备拿只5米4的杆子，鲫鱼啊，它这里面有黄尾啊，包括这些鲤鱼啊。因为这个季节，因为还是不是钓大鱼的季节，真正钓大鱼季节还要热一点。因为这个地方水深不深，2米多深，这个季节还是不要钓深了。春钓梗啊，还是就是老人说的话，很多东西啊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夏钓潭，就夏天呢可以钓深一点的地方。秋钓鹰啊，冬钓羊啊，它这个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是绝对的。钓鱼永远没有绝对的，大概只有概率，它永远没有定理。春季鱼饵活性上升，钓鱼人忙碌的时节开始到来。今天的目标虽然不是大体型的鱼货，但是作为一个称职的钓鱼人，大毛对自己的准备工作还是依旧严谨。刚才我在旁边啊，还是看到鲤鱼跳了。我是因为鲤鱼饵里面呢，大部分呢就是像这样的黄石无双里面很多都是这个鱼骨粉的这个饵，所以呢，我是想连鲤鱼啊、鲫鱼、鲫饵鱼啊，我都想钓。所以这个呢，我加到20%。这个也是新的，早新的，只要加到10%。因为要天热的话呢，我就会，或者在我们黑坑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量加大点。它这里面如果讲你绿藻多的话呢，我就会量加大了。因为在这个水库啊，它这个绿藻还是不多，没什么绿藻，水质非常好。所以我加的量小，加到10%。这是所谓的饵料，应该是草鲤、鳊、鲫鳊啊都爱吃的所谓的。所以所谓的呢，我把量呢就加的是大一点了，加到了30。这还是我们的
诱饵了，诱饵是万能饵了。万能饵一般我钓鱼都是喜欢放的这种可以加到20，开口料加20，开口料里面它有很多小米，你看能看到黄的小米，应该是非常好用的。大概我们加10%的这个米汁油找粘度，因为这些饵的粘度应该都不够，所以只需要加到10%的这个呢，这个应该不能计算到我们饵的范畴里面，这个就是属于粘粉一样，10%就可以了。它的水比啊也不高，也在1比0.8，1比0.9一样，它不会太多的这个。好，让它充分的吸透水。那所谓的谷味透着这种鱼骨粉的这种腥味，我都想吃一口了。上午9点准备就绪之后，大毛开始放竿开钓。开竿中鱼的喜悦可不是次次都有。没有能够延续上期节目好运的大毛，依旧驾轻就熟上饵抽竿。我讲的黄尾吧，所以我来的时候讲这有黄尾。哎呦，是挂到的吗？还没切黄尾，你看，黄尾啊，这是第一条鱼啊！哎呀呀呀！哎，第一尾鱼，没想到就是挂上来的，挂了一点皮。昨天钓的是红尾，今天呢是黄尾，尾巴是黄的。一上午的抽竿与等待，没有迎来相应的回报。孤零零的一尾黄尾，也许只是过来给大毛一个安慰。底下鱼口信号的沉寂，并不代表水面的平静。湖面渐起的大风，将野钓的不确定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哎呀，今天风太大了，我来把它压一下吧，别给风再吹跑了。这一上午啊，就钓了一条黄尾。你看这风啊，是越来越大了，能看到很明显啊。现在为什么不好钓鱼啊？你看这水整个都浑了。我们来的水是清的。整个从我钓位，那你看能分那条线，前面没有给这个浪过的啊，就是青颜色是青的，整个这边都浑了，我的钓位啊跟这边水都浑了，那往那边去浑的更多，都是浑水。这样的话鱼啊，它肯定不开口了，而且这个鱼啊也就走了，不会在这浑水里，因为鱼它是通过鳃去过滤的，它这样的浑的水啊，会把它呛死的。再说现在已经几点了？现在是1点02分，神仙蓝钓50鱼啊！而且是现在你看，我也要吃泡面了。反正等一等吧，看看下午风浪稍微小一点，等到这个，因为这么大的水面嘛，它有风浪，它就有水流。这样的话，让它这个溜啊，再走一走，把这个浑水再走了，等风浪小一点，看会不会好一点。湖面大风愈演愈烈。岸边的湖水变得浑浊不堪，看着浑浊的湖水开始蔓延过窝点，大毛也是有心无力。自然水域各种不同的因素对垂钓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影响，野钓的魅力也在于此，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竿会发生什么。哦，什么鱼啊？草鱼。好，赶快抄啊！
哦好。哎呀，这么大的风啊，还钓条草鱼。哦。哦。今天等了一天，一直都是风，现在稍微风小一点了。上了一尾草鱼，我还没想到上尾这尾草鱼，先放起来。好，好。哎呦，这风太大了，这风。整个那边水还是浑的，这边水稍微好一点了，怪太冷了。啊。下午3点，浑浊的湖水与大风让垂钓变得难以进行。大毛也不再继续坚持，决定收竿休息，明日再来。第2天一早，大毛驱车来到钓点，走近一看，却发现自己的钓点早早的已有人来到。你好。这样个钓到嘞？跑不得了啊！我昨天在那块钓没钓到，我想今天准备过来的。我看你们在这钓了嘛。好好。可钓到嘞？可啊。我昨天在这在钓嘛，钓的什么鱼啊？鲤鱼啊？什么？黄尾的。我昨天在钓一个黄尾。哦，好。来晚了，当地钓友他们也做到我们昨天，钓的这个位置了。整个一涨水，就这一块稍微好一点，他们早上到的比我们早，我们来晚了一点。那不行，我们再去找吧，看看是不是再能找一点，找能钓的地方吧。当地钓友对垂钓果然十分着迷，一早便来到了钓点。晚来一些的大毛看着钓友们在岸边挥竿，虽然心痒难耐，但是也只能另寻他处了。其实很多这些钓友啊，觉得我们出来游钓、游山玩水啊，你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就不是游山玩水了。为了找一个钓点，因为我们昨天那个钓点钓过以后，打上窝子以后，准备昨天风大了钓不了，准备今天钓的。当地有钓友，他们天不亮就过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钓点也就占住了。因为本身就钓的好玩嘛，在这些自然水域钓鱼，哪个签到了哪个就钓了，所以我们就重新选择了钓位。哎，刚才找了一圈，找到一个钓点。选定钓位之后，大毛按部就班做好准备工作。临时变换钓点，虽然让装备繁多的节目组十分不便，但是新的钓位、不同的鱼情，又让垂钓充满了更多的未知。是草鱼吧？哦，是草鱼。你刚说在这边有草鱼，看到草鱼。草鱼还是到浅水来啊？哎呀，好像挂了吧？哦，已经挂到了。哎呀，你看看。哦，好，出来了。嚯、我想这边有东西挂，赶紧把伞收了。哎。哦，我把它钓上了。哎呦，哎呀，这草网小了，啊！好，走吧。哎，哟，扁鱼，哎呀，武昌鱼啊！哎，武昌，我来叫陈博给我拉点那个饵料来了，我重新和一点，和点辣条，哎，不错哎。
武昌鱼。哎呦，这个鲳鱼也不小了，这个鲳鱼，这个鲳鱼真的不小啊！哦，抄到抄网里头，感觉到真的是很大。武昌，哎嗨！临近午时，鱼口渐渐停歇，浮漂稳坐水中。昨日大风刮来的寒意已经消失不见。此时午间的闷热成为水面上下共同的煎熬。春季天气的多变可见一斑。尽管鱼口寥寥，但是大毛依旧不肯放过浮漂的任何信号。下午3点，苦等许久的大毛终于迎来了鱼情的转机。不是哦，这听到现在了。哦，又是草鱼。这个草鱼每次都往这个小草里面钻，往有障碍物的地方钻。哦，哎，啊，草网小啊！哎，来，哎，哦，好，又是草鱼吧？这什么鱼啊？哦，草鱼，好打球了，难怪那么大劲呢。哦，这还有刺呢，专门往这块靠。哎呦！哦，草网小了，草网小了，啊哈！好，哎呀，哎呀，又来鱼了。哦，好，翘贼，是翘贼，是翘贼。你这里有这个可以打路亚哎，这个地方有这个啊。哦，好，哇，这还不小了这条。你看，好，一会我来钓路亚，有翘贼可以吗？有翘贼来打路亚吧，好长时间没钓路亚了。什么鱼？嚯！来，红尾，咦？是红尾吧？哦好，
哎呀，好，那真的马上能钓路亚了，你看看，哦，钓了。午后的渔获终于让大毛一扫昨日的阴霾。万佛湖总不会让钓鱼人失望，翘嘴与宏伟的意外收获，让很久没有路亚的大毛终于按捺不住。绑好前导线之后，大毛便在一处野性十足的场地开始抛竿。中鱼了，就是中鱼了。你看，刚打下去就中鱼了，好一个翘嘴，真的很棒的一个翘嘴，看到了吧？刚才在那边看到蛇，在这边就看到了翘嘴。太好了，肯定是被我惊动的，肯定是被我惊动的。哦，太棒了！哎呀，哎呀，跑了，跑了也好，跑了也好，啊，跑了也好。下午6点，天色渐暗。钓鱼总是有不完的惊喜，也有不完的遗憾。正是如此的魅力，才引得无数钓鱼人在水边挥竿。今日路亚未能尽兴的大毛虽然心有不甘，但是看着天空的黑幕，也不得不选择收竿。哎呀，天也黑了，我们又要赶往下一站了。差不多，我们赶紧收，正好天也黑了。还是每次都是有遗憾，我倒想看看用这个路亚能不能钓大一点的翘嘴跟红尾，但是看起来这红尾好像到现在没看到公鸡，没看到公鸡小鱼不多。我们前几年在深中比赛的时候，看到红尾啊、蒙古红波攻击小鱼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群人往中间攻击，小鱼都跳起来了。这个到现在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大水。是了。万佛湖之行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最后连竿的草鱼却让我们感到一丝慰藉。驶离万佛湖的当天，意外得知离我们不远的一处钓场有胭脂鱼出没。听闻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多做任何停留，立刻踏上下一站的旅途。哎呀，猛子，嘿嘿嘿嘿，哎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搞得真的是不错。哎，还好吧？哎，搞得真的不错，搞得真的不错。路上有点绕。路上有点绕，这个路还是窄了一点。对，那这4米的嘛，4米的层通水泥路。那你讲胭脂鱼就在这里面钓的？对，我经常出鱼2个点，一个是那个嘴子，那个嘴的位置，一个是湾子里面那边有个嘴的位置。哦，胭脂鱼还是一般你们是怎么钓底啊，还是钓浮啊？钓底是吧？它这个鱼嘴巴是我看朝下的嘛？对，还是粉嘴，我们叫鲤鱼那种粉嘴，肉嘴，并且呢很温顺。你这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鱼？不知道，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这除了你钓到过了，还有人哪个钓到过的？还有几个钓友来钓过的，并且他们钓友都是很传统的那种，一个站不钓，你钓到了，他也钓到过，但是呢，他们钓不是从嘴钓的，挂到了。最近出过没？去年我就钓过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是去年，而且就是1年没出来。对，我几乎我不钓了，我天天守在这，我也不钓。这太很难。我就是有一句讲一句，咱认识你认识我也很多年了。原来这是一处放养过胭脂鱼的度假村，兼具休闲垂钓，并修有竞技池。这里包含住宿、休闲与采摘，非常适合家庭短期度假。然而，钟情于自然水域的大毛仍然希望寻找一方更加有特色的场地。你王菲找我送饭过来，王菲知道，就是没到张城，没到王菲家，然后顾桥不顾桥，然后那么一个套子。现在个鲫鱼上的都疯狂的很，一听都20-30斤啊！我有个点特别好，还对这小城里面。那好，那我这真叫天下钓鱼是一家了。我们本身是准备找宾馆，
不正好用停在路口，就在路边上，就在看到一路边上。钓鱼，我不知道姓什么，啊，就在路边上。过来给我们打招呼了，跟我们说现在黄河不如黄泛，不行，我们明天就到黄泛去，去钓鲫鱼。好，一定行。啊，好，我要黄总啊。哎，杨总，你看到现在大鱼盘，自大师在这了。自大师现在不一年口子，就我去年给你看那个自大王老师啊。我马上到了就到。现在不一年口子了，明天准备上去钓鱼。吃便饭的吃个便饭。吃过饭，晚上我们跟蒙在一块吃饭，我俩听电话吧，我今天还没接电话，好，我的迷档找不到你人，哭死好。晚上正在为钓点发愁的大毛，得到当地热心钓友指点，经过一晚的休息，大毛清早赶往响红店水库黄泛村水域。来到黄泛村，当地村民王飞引导我们来到钓点，选定钓位之后，大毛向水边搬运装备。看着王飞在一旁热情地帮忙，一件陈年往事也涌上心头。这是响红店水库的上游黄泛，这一块也是我20年前我就来钓过的地方。原来钓鱼效果还好，厉害。这个是王飞，那个真的给我印象很深。人，没事，别紧。这个人的命运啊，一个人一个命吧，只能这样讲，王飞啊。你那个时候要真的早要认识我们，可能也会就是变化了。考上了沈阳的航空学院，就为了3000块钱的路费。当时我跟我2个朋友听到以后，就真的为他挺惋惜的。如果有这3000块钱，你整个这一辈子可能都是，不会像今天一样了，这都还是吧？不过这个很荣幸跟李总能够在一块，这个。哎呀，真的不是，我回去啊，我不光是这个事情，我包括我家儿子，我都跟他在讲。好多朋友我都讲到你这个事了，真哎呀，这个人一辈子一个命，就为了3000块钱的路费，没这个钱去，就导致这一辈子就在山里面出不去了。其实真要是在沈阳航空学院的话，这一辈子我讲嘛，什么都有了。哎，这就是命运。我们李总为人还是不错的。也不让为人不错。因为我讲老杨，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他讲到这块来，他讲到黄泛来。我讲黄泛这个地方，我讲以前我来钓过，他就讲道理了。我讲是不是？他我们不知道哎，他不会吧？我讲不会啊，我讲我记得应该不错。我讲最早我跟乡镇大旗我们过来，那吴大旗嘛。对，我们来的时候，你那时候给我们送饭，花小药盆子送我们。药盆子送饭吗？对吧？对。你想？我给你搞一次在那个河中间钓鱼，是吧？对。挖在河中间一钓。你这一想多少年了？真快了，往事不堪回首啊！多年过去以后，大毛每每回想起此事，总是感叹命运无常，替王飞十分惋惜。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眼前。大毛一边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一边针对这里的地形调整钓法。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还是线组啊比较大。我今天呢就特地啊就是找了一个凸出来的这个位置，啊下面是个湾，长长的这个位置，而且这也是老钓点，这个地方也是经常有人钓的。所以我今天换的就是用了一个1号的主线啊，在这些自然水域要用1号的主线，一般我们都不用不上的，最起码都是2号、3号的。今天我用的特别细，子线用的是0.6的，一会不行我可能会用0.4的线，因为钓这些鲫鱼啊，还是线组啊稍微小一点。漂我选择的呢也很小，1号漂，小刮身，漂角很长，这样的话呢，它对抗水流啊，好。我先把找到底，我准备来打窝子了。因为这个呢，如果像我们那样钓大鱼那种打窝，一打重窝啊，可能你就不一定能钓得到了。这可能还是像我们采取那种像钓传统钓一样那种打窝的方法，钓几条鱼续点窝子，钓几条鱼续点窝子，这样的话呢，
另外的话可以配合拉饵。你包括这个季节吧，就是鱼啊，很多鱼呢吃蚯蚓，也可以挂蚯蚓啊，也可以挂蚯蚓钓。我今天呢，窝子已经打完了，我现在还是想开点拉饵，主要用它这个还是用它的狂盗系列的，一个是狂盗几1号龙兴的，这个呢天气我们还是想用点新饵，但是完全是新呢，怕鱼啊吃的燥，我还加了一点这个金龙的这个鲫鱼饵1号，它这个是奶香的，我还是想把锌的比例加大一点。大概是加到70%的锌，加到30%的香，啊，70%的锌啊，狂盗几1号，香只加到30%，让它心里面透点香，它的香是奶味的，因为我们冬天和这个。这种天气钓这些鱼啊，都是用辛香的比较多一点，或者是带点草莓香的，或者是带点奶香的。这样的话呢，鲫鱼呢都肯吃。这个的水比啊是1比1.1，啊，这饵料呢适当的让它吃水吃透一点。水啊，适当加多一点，因为这种饵料，你要如果是水加太少了以后啊，它就太散啊。你这样打的话容易死。吃我们这样的活着饵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团到一起。团到一起干嘛呢？用挤压的方法，用手啊，饵料按扁了以后，用这种方法啊，不会呢，就是把纤维啊都是打死。这样的话呢，纤维始终。保证它饵料实，把里面的空气啊压出来。洗完以后呢，这个饵料不要一下都拿出来用，放一半，放到我们食盆里。这个放到食盆呢，让它醒一会，就不需要挤压都可以用了。你现在我们现用的呢，它可能感觉这个饵料还有点松散，这时候呢还可以呢手掺点水，压点水再挤压。因为现在天气也不是太热。刚才呢，我动了一下就出汗了。真要到天热啊，这饵料可能就早就醒出来了。天越冷的话呢，我们可能时间获得越长。这样的话，饵料呢就应该是可以用了。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大毛正准备验证自己的钓法是否合适。然而，此时整个水面却迎来了一段停口期，周围钓位早来的钓友上鱼频率陡然下降。浮漂停在水中，犹如定海神针一般。哎，好，鲫鱼，哎呀，鲫鱼啊，鲫鱼，正宗的野生鲫鱼。这今天的第一尾鲫鱼，响红店的。野生鲫鱼，金黄的，看到吧？钓友们都在钓这种鱼，这种呢算比较适中的，还有比这个大的，有比这个小的。好，应该还要小鲫鱼啊！这个就是饵了，哟，鱼线很凉，哎呀，鱼线很凉。哎，来，好，看条子，我刚才吃了几口没打饱干嘛？要肉铲。哎的，我的妈，下去讲。又是小肉铲子哦，小肉铲子。上午的鱼情不太理想，大毛只收获寥寥数尾鱼啊。转眼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水下鱼儿虽然不吃食，但是我们还是要补充体力。山林间惬意地在树荫下吃一些绿色食品，真是垂钓时候难得的享受。什么？哦，鲫鱼，哈哈！吃完饭，这刚吃完饭就是来了，还可以啊，这个鲫鱼啊。好，这条鲫鱼还真不错了，这条鲫鱼。哎嘿，好，哦，哎，哎，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用左手的，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嘿，深了一点，我觉得要浅一点，应该还要好钓。这个还是钓深了一点，要钓巧一点的话，一定更好钓。不要紧，我来。现在我再放一根线，放浅一点的，放到4.5米的。现在是5.4米的，不行，双枪嘛，双枪老太太。重新支一根杆子，绑上线组，大毛自然驾轻就熟。每次驱车，游钓装备自然备得齐全。但是已经废弃损坏的装备，大毛可不会随意丢弃。对于废物合理利用，大毛也有自己的小技巧。我们经常在外面钓啊，就是大线经常伤，伤的话呢，就是及时就要换线。其实换线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太空豆，刚才这根线呢是漂座断了，我现在就打个结，废物利用一下。其实讲是废物利用，我们经常打比赛啊，如果新的太空豆啊，它有的那个硅胶不好，它容易伤线。其实用老的太空豆呢，还不容易伤线。其实把这个地方打个结，那绕个结，这个线是直的，那套进来就可以把太空豆都过过来。就可以把这个太空豆过过来了。把这个太空豆啊就能过来了。肉餐，我现在是双管齐下了，一只5.4米，一只4.5米。现在的水鱼啊，还是在浅水。我看他们那边钓鱼跟这边钓鱼钓到鱼的，能看到它的漂，大概在2米深左右。我这已经超过3米了，就水深了。水深以后啊，这个鱼口啊就要差很多了。所以为了判断我是不是判断的正确，我现在又下了一只杆子，啊，下一只是4.5米的，我等于一只5.4米，一只4.5米，2只杆在钓。顶了，中鱼了，左手中鱼，嘿嘿，小鲫鱼啊，小鲫鱼啊，哎呀，哎嘿，你看4.5米真的是中鱼了，证明我判断的正确。下去有口吗？很漂亮的一口，这是，哦，有小鱼饼啊，那小肉餐，肉餐子。出门在野外钓鱼，自然是为了让身心放松。而钓鱼人扎堆的地方，总是少不了欢笑。正在挥竿的大毛突然看见对面一位钓友搏鱼的姿势，不禁露出笑意。刚才有一个杆子断了吧？杆子断了吧？他让车肯定杆子要断嘛，他杆子一点让性没了嘛。给勾到了，看嘛没勾到，给拉走了，拉走了吧？哦，他还在拉杆，哦好，又挂到高头树了，他钩子又挂到树了。其实我们在外面钓鱼也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刚才他那种溜鱼啊，我看就有问题，他把杆子插到土里去了，他一点让性都没了。哦，现在划船过去了，哎，船划得不错呀，这个，一看可能是水边长大的，船比我划得好。
好，那上面树又拽断的了，这一阵大乱。哦，逮到杆子了，鱼不在了吧？鱼跑了，鱼跑的了。换竿之后，大毛依旧感觉鱼口很轻，浮漂的动作不明显。趁着水边风速变小，大毛继续调整着自己的装备。那3号、2号，换至1号会不会好一点？哎，挂了一条吧？我想是挂了一条吗？是不是挂了一条？好，再往上顶，又在往上顶了，又在往上顶。其实说心里话，真的，就是我有时候钓鱼的时候啊，不一定非得钓多少，钓多大。其实钓鱼啊，最有意义的是你能把它钓明白了，这个鱼，你真的是钓的是最舒服的。哎呀，好了。哦，这条鱼还行，这条鱼还行啊。你看看，都要超过多少了？超过20多公分了。哎，你看，就这一点点，滑一点就是。你滑一点就是。哎呀，还发力，哈哈。哎。这又是一条鲤鱼，哎呀，整个冲出来了，冲起来了。你看小鲤鱼不大，它哪里真的不小嘞？果然不错，来鲤鱼了。钓了一回，这是我们小红店的野生鲤鱼。好了，先放进去。哎呀，下午6点，天色渐暗，大毛挥竿一天，也是小有收获。夜晚山路难行，大毛也不准备继续坚守，准备收竿休息，马上奔赴下一站。好了，都放了。鱼没有太大的，但是真的今天也钓了不少。就是还是，只要钓法对路，整个的是浮漂、线路、饵料，所有东西都对路了，深浅都对路的话，应该还是有渔获的。好了，我们要赶往下一站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游钓中国啊，已经拍了1年多了，也拍了快7、8期了吧。很多钓友就不是很明白，觉得就是想，哎呀，每期都是想看大鱼。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周播的节目，就是每周一期。你说每周都能钓到很大的鱼，也不是很现实。我们1年可能也有1期2期，赶上这个时候。而且这个季节呢，也不是钓大鱼的季节，这个季节呢也是，钓鲫鱼啊。你看这鲫鱼太聪明了，它发现危险了呢，在草里面动也不动。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有没有看到它？哎，走了，哎，走了。这前面还有一条，哎，也走了哈，哎，都走了。连日在安徽辗转作钓，虽然有所斩获，但是素以游钓为宗旨的大毛并不想在一地长久停留。结束了在安徽作钓的游钓中国节目组，继续向西南大地进发。我们今天早晨大概5、6点钟起来就上高速了，离六盘水吧将近1200公里。我们是从湖南出发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游钓过程当中啊，一天跑个1000多公里属于正常。因为它这里啊山路不是很好跑，虽然说是高速，也走了一定国道，有的地方在修路，包括它的这个很多这个隧道啊都是限速的，所以呢今天跑的也很慢，现在已经差不多11点了，还有10多公里可能就到六盘水了。
我们去年这个车子是去年买的嘛，已经跑了5万多公里。说起来，很多钓友不太相信，说我们片头上说，一年钓200天鱼，200多天鱼，行走5万公里，真的是开有这么远。现在车子已经是55000多了，就说我们大概一年，差不多将近要5万多公里是应该要跑了。因为正常的我们转一圈回来的话呢，大概在2个月的时间，一般都是在15000到2万公里之间。所以游钓中国完全是跑出来的。因为现在你要不跑的话，你在一个地区，其实说心里话，在安徽，我也想把一年这52期也好拍，但是大多数时间你算一下，5万公里，我就一天开1000公里的话，我有2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啊，就天天开，我差不多要开2个月。所以我们可能很多钓友不理解我们说1周1期，可能还是慢了。其实我们完全都很尽力了，整个摄制团队跟我们一起，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从去年3月份就跑到12月份，今年差不多3、4月份又出来了，一直在跑。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气候凉爽清新，素有中国良都之称。然而，生活在中国良都的钓友们却热情似火。接到消息的众多当地钓友，凌晨时分就已经在高速路口旁等候多时。你们这样，我有点受宠若惊啊！不好意思，让你们等到现在啊！老师，真的让你们等到现在。我是刚才就是跟人家发连接的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哦。这是我们的钓鱼协会的。你好，你好。哎，欢迎你。哎呀，来，欢迎你到我们龙盘水来。哎呀，谢。不是，这个我是人生第一次啊，接到这个花。哎，好，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你了。然后我们到住所去，先到住的地方去，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好。坐下来，我们的良都的一个小吃。好，谢谢。那你们带头，我们跟着，好吧？哎，好。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贵州的钓友的热情，真的我有点，真的受宠若惊的这种感觉。这再疲劳再累，现在已经不累了。经过18个小时、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大毛已经疲惫不堪。然而，当地钓友对我们的到来热情欢迎，让大毛兴奋异常。和早年一同参加竞技比赛的老朋友们相见，都让大毛在感动之余倍感温馨。熟悉当地鱼情的钓友们周全地为我们选择好钓点。在去往钓点之前，大毛决定根据钓友们描述的鱼情采购部分饵料。这会儿来了哈，1号不腥吗？2号香。哎，这个现在呢，我们都是以这个为主，这个为辅啊。另外还加点这个草，这个黄豆草。那草还挺好用，哎，对吧？哎，草挺好用。因为它那黄豆鲫好用吗？黄豆鲫呢，我们这始终没有什么很好的钓鲫鱼的地方。早先说这个给我拿10袋。哎，所以我们来有时候还是要问问当地的，你们在人家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方人嘛。对。哎，没有一款万能的饵。没有。哎，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到当地的时候呢，也还是问问当地的钓友哪些饵在当地的水域。大家用的多了，就像调糖一样，到最后就变成像原糖颗粒一样。对。就是加点饵，可能效果马上就很明显，对，就会好一点。补充完装备之后，当地钓友带着我们前往臧柯江凉风洞码头。这次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被当地钓友们称之为“红包包”的一处钓点。由于行车不便，大家将装备放到船上，大毛坐在快艇之上，看着周围的美景，不禁想起自己老船长的身份。现在我们可以换绑了，你坐过来吧。我也是老驾驶员了，在最早开这个船的时候，还是在花亭湖。在花亭湖，我们办那个枯钓比赛，72小时枯钓比赛，我一直在开这个船。后来中央5
拍那个掠食者和这个大鱼征服者，阿贵啊、严景泉啊，我们在一起，天天是开船送他们。我后面我来，你看这小，为什么呢？不，他们等今天不动啊，明天。如果说基杆呢，钓这里钓3米水都可以，在这一个位置都可以。哦，这个地方哈。对对对，大草鱼全是从这里出的。全从这儿说。对。 3米左右。那一片可以吧？ 3米左右。那是就在棚子上钓吗？如果你钓深了还不吃，我跟你说。啊，深了还不吃。对。不是他在棚子高头够不到吧？用手竿钓够不到吧？手竿钓你随便钓2、3米没问题。在棚上。在棚上钓。对。啊，这里有7天。那边可以不？太好。他们老师。啊，7天了。你看那个位置是。太艰苦，连电都没有，还要跟他商议，因为我们拍摄要充电，看能不能我们临时拉一根线让我们充电。啊，只要能充电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拍摄在这块艰苦是艰苦了一点。啊。抵达钓点之后，询问钓棚老板，得知这里落水十分严重，近日连续7天鱼情都很不理想。听闻消息，大家情绪显得低落。但是大毛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下竿一试，怎能知道渔获如何？第2天一早，大毛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始准备工作，看看这里的鱼儿是否吃钩。我们今天到的这个是贵州的六盘水，严格的说，这一块呢，应该是六盘水跟新义的一个交汇的地方。当地人好像叫这什么红包包，我也不知道，红包包就红包包吧。他说他们7号线、8号线都经常就是被这大的草鱼能拉断，所以这里面的鱼还是力量还是很大。我今天一来的时候，我就拴了一根通线，拴了一个6号的通线。既然有草鱼嘛，我们还是开点草鱼饵吧。狂稻草准备用50%的狂稻草。用30的草釉，因为草釉应该还是属于广谱啊，钓什么鱼都可以用，鲤鱼啊、草鱼啊。用20的金龙鲤，金龙鲤呢，它是奶香。是今天饵获的很简单，主要你是看针对什么鱼。其实。说心里话，如果是鲤鱼啊、鲫鱼啊，别的鱼进窝子，它也是一样吃，也是一样会吃这个。云南、贵州这边呢，小鲈飞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我们一会儿还是要收点水，用这个米质釉收点水。收一点水的话，让它粘度再大一点。这个饵的水比是1比0.9，你自行吃透水。醒个2、3分钟。哎呀，旧时候还是把这些包装袋的垃圾带走。我们可以拿这个米质釉像粘粉一样一个早粘，因为这个米做的这个饵料呢，经济池里面非常好用，但是在我们在休闲的时候就是饵的粘度不够，或者小鱼多的话，或者水深，它把饵料。一个是饵料的粘度它可以增加粘度，还有另外一个呢，它这个米饭做这个饵料呢，它在水里面非常的滑，它的入口性会很好。少量撒一点就可以了。我今天呢用的是只6米3的黑坑版的剑五里，这个杆子呢就是腰力很好，在我们休闲在水库包括黑坑这杆子应该都挺好用的。这个杆子主要是腰力好，用了一只4号的漂，
熏鱼的4号酷漂。这个漂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一个是漂尾亮，还有一个是上面这3末是加粗的，所以抛出去啊看得很亮漂尾。我今天还得用单钩钓，因为它这个地方我能看到，云贵川这边，尤其他们这些水库啊，底下都是很多树，你能看到这个对面这个山形上面，整个都是枯树，它的地下很多都有树在下面。它有树下在下面的话呢，我们是用双钩的话，尤其种鱼，它容易啊，就是一种鱼以后，这个鱼啊，它肯定是往障碍物上走，走到障碍物地方，另外一把钩子只要是挂到底，这个鱼就肯定会切线。先钓上几竿，钓上几竿吧，钓上几竿吧，我得续一续。我一会儿来，还是不死心想钓它的鲢鳙，但可能是准备的很充分，但是呢，这个鱼啊，可能还是它的生活习性啊，可能有点变化。因为我曾经记得他们有人到美国去钓这个叫鲢鳙，它整个的生活习性，它的食物链整个都变了。因为它的水域也不一样，它的生活习性也不一样，所以它等于它吃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手竿做好准备之后，大毛依旧不想放过较远的水域。这次大老远过来，可不只是准备了这点礼物，一个个二龙打入水中，手竿抛竿齐上阵。大毛对这里的鱼饵可是准备周全。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午间的垂钓开始下起了雨。下雨了，所以我赶紧再打一竿下去。现在打下去可能也不会吃，但是我总觉得竿子在水里面比在岸上要强，在水里面它就有50%的希望，所以打一竿下去。手竿暂时不能钓了，打一竿，把竿子往后拿一点。他们这边只要一下雨的话，就会刮很大的风。今天还不错，没刮风。昨天尤其前天的风特别大。下午大雨降临，豆大的雨滴砸入水中，垂钓也变得难以进行。户外野钓各种因素的变化，不仅是对钓鱼人钓技的锤炼，也是对其信心的考验。来一口，再来一口，来，有了，来，好，回来，好，很麻烦啊。太滑了，这个太滑了。全紧。哎呦！又跑了。又跑了。是连着是吧？连着。就是这他妈太滑了，我站不住。哦。夜晚专注手竿的大毛迎来一个咬口，但是脚下湿滑的木板还是让鱼饵逃走了。第3天，大毛越战越勇，前面各种不利因素总不会磨灭他对下一竿的希望。中午，一尾鱼饵咬上钩来，大毛提竿中鱼。你看这鱼劲真大了，难怪他们有劲，真的是有劲。哎呦，这真的有劲了！你再有劲也不行啊！连着。哎呀，第一尾鱼，好，放生了。叫你爸爸来吧啊，来个大一点的。这2天一直都不好，我们来的时候就跟当地钓友就联系了，而且我们也看了天气预报，一直在下，昨天整整下了1天，而且前天罗店吧离这不远，罗店好像大风啊把棚子刮倒了，都死了3位钓友。因为云贵川这边啊，他很多都是住在棚子上，他这边一旦有风的话，风会很大。风会很大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影响钓鱼，还有一个它就是一下雨的时候啊，还是
气压低，气压一低的话，这些鱼就不肯开口。我也是昨天下了一天嘛，昨天我夜里10点钟差不多开始雨停了，我开始钓的，碰到几个都是连子，所以今天我还是想钓连子吧。它这些鱼啊，好像感觉到明显能感觉到它的生活习性啊，好像有一点改变。就是我们真正去钓它的时候呢，还不一定好钓。我昨天一来的时候，没下雨之前我就把耳笼打下去了。它这个地方的鱼可能还是跟水域有关吧，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摸索了。它的真正用这个水怪用耳笼去钓它，效果不明显。而且现在要用手竿再钓，再用抛竿钓的话，我们时间可能不允许了。今天我准备钓一下，钓得好，钓得不好，可能我们都要赶往下一站了，因为没有时间了。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再来一次，专门用抛竿去钓它。都说这边的鲢鳙用耳笼钓不上来嘛，我还是想准备好了，准备充分一点啊，把饵料啊，包括这些配件啊，这些辅助的这些东西啊。多准备一点，什么时候来住上1个星期，专门来钓它的鲢鳙。几天的等待，终于迎来了目标渔获，形成的压力也让大毛对渔获的渴望愈加强烈。面对寥寥的鱼口，大毛更加细心关注每一个漂向。来，好，来，这个大，太大了。哎呦，好了，狗可能有问题了。狗没有问题，这是铆的，这个不是钓的，这个是铆的。哇，太猛了！这个是铆的，这个不是钓的。来，来，来，来。还是白鲢。还是白鲢啊。真漂亮，这个鲢呢在水里面能看到，感觉到这划水这块都泛红，这水质太好了，这个水质，鱼都泛红啊。我刚才说来鲢子了，因为在这前面冒了一个泡，我看到了。它这个鱼啊就不够大了。我昨天那条大的，第一条真大，直接钩子就拔直了。你看它的划水啊，跟别的我们池塘钓跟水库钓不一样，它的划水啊是红的，你看在水里面能看到，非常的清晰。你看。哦，这条比那条大一点，难怪了，难控一点。这条比那个来，朝上给我，没事，这一下就可以喽。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这个鱼进的还是真的是好了啊，准备。哎，对，好。慢慢的，哎，对，抓的，哎，这条你家有多重？你家6斤多不止啊，孩子，6斤多就不止了。再加8斤还有点谱。你看划水在水里面看的是红的，这个划水啊，你是水质好就看它就红。好，4.3、4.4。走不了，差不多嘛。你想，你想，你还去到这个，去掉火差不多8斤嘛。你想8斤往有点谱吗？8斤还有点谱嘞。好嘞。哎，他不打招呼就走嘞。哎呀，这条鱼明显在嘴底啊，斤两就比那条鱼斤就要大多了。下午4点，一尾像样的渔获终于上钩。大毛几天的守候没有白费，钓友们口中的巨物虽然没有钓到，但是初次来到这里收获的喜悦还是让大毛十分欣喜。夜晚，这次垂钓本已接近尾声，然而一个异常的咬钩成为了出乎意料的收竿鱼。哎呀，这就我的钩子这样放下去的时候啊，可能像小鱼啊、小虾子了，你看，啊，
好了吧？真的是空口。我在录票嘛，我的票掉，我感觉到我这个票，这就想起来我跟老冯有一次中央部，我跟老冯啊，打了个抛竿，他收竿子回来，就叫惊喜。来，我用钳子夹着一下。嘿嘿，嘿嘿嘿。这个是幸福来的太突然啊，我有点不习惯。哎呀，好了，让你走吧。哎呀，往复穿梭于云贵川3省，每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结束了六盘水牂柯江的行程，云南丽江在前方向我们招手。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途经苍山洱海，多想驻足，却只能惊鸿一瞥，只为如约第一时间将舆情呈现给期待着的钓友和观众。我们义无反顾地再度踏上了征程。嘿嘿，哎，你好。哦哟，哦。好找啊这边。好找，导航一下就找到了。应该是从我这边开时间长了。哦，开时间长了是吧？10多年了。哦。可以吃一点，小朋友吃一点吗？这个是大号的。这是大号的，哦。这个也是丽江。钓友邱崇新在丽江经营着一家自己的渔具店。这一次的垂钓，他将全程作为我们的向导。经过几句寒暄，实在人也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告诉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位于金沙江畔，山势险要，条件艰苦，但是绝对能见着我们想要的渔获，是一种叫做猎腹鱼的特殊品种。大毛听罢，哪还闲得住？不待休整，马上奔赴钓点。我们今天现在前面呢还有12.7公里，就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是靠近这个金沙江，靠近金沙江呢有一个江段，这块呢就是水流呢适当小一点，因为如果水流太大的话，在江里面钓鱼呢还是比较难钓的。想要寻觅到好的鱼情，不可能处处都是高速通联，崎岖不堪的山路来回盘旋，让人头晕目眩，并且随时存在滑坡的风险。好在沿途的桃香四溢，让我们有了苦中作乐的机会。这个是黄杏，这个是白杏，说这个甜一点，我们来尝一尝。油桃这个是当地的，对，哦，熟得最快的桃子了，现在这个脆的。酸酸甜甜的，味道不错。就是刚才在修路那边呢，就是有的路面就容易滑坡的地方呢，可能他们就是天晴都是在修路的时候就炸一下。你看整个的山坡啊，山往下或者滑，整个都是冒烟了。前方的山体滑坡让人有些打退堂鼓，不过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面前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山路的18弯。好在大毛身经百战，几十年的驾龄让他对这种司空见惯的路早已驾轻就熟。走这样的路呢，就是千万就是不用快了，而且这个自动啊，就是你要老是刹车的话呢，会不好。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0.1公里。另外的话呢，一定啊，就是我们要开手动挡的话呢，一定要放在档位上，就千万记住，放在档位上，1档或者2档啊，放在档位上。千万不能推到空档，推到空档会很麻烦的。眼看着离水面越来越近，触手可得的不仅是碧水蓝天，还有神秘的高原特有鱼种猎腹鱼。不过还不等我们放眼看看这美丽景色之时，时有时无的大风让大毛对垂钓的可行性产生了疑虑。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
这风说来就来风了，会不会下？下雨啊？啊，下不了。哦，你一看，啊，这风说来就来了。哦，你看这风，哦，真的，这个地方真的，应该环境是我钓鱼当中应该算比较恶劣的了，啊。看起来这里并不是理想的钓位，前方多余的枯树枝会成为垂钓最大的困扰。小邱思忖片刻，又给了我们新的选择：一处废弃的水岸公路，但是处于高坡之下，无路可通，同时地势险要，在那儿拍摄节目的话，无异于自寻烦恼。不过我们却坚信一切都是可以克服的，唯一的原则就是舆情的好坏。我们选了几个钓位，感觉到不是理想。一过来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就房子被淹了，因为它今天涨上听说涨了2米多水。他们刚才说这个地方以前好像是公路啊，想说底下很平，如果是公路的话就非常，哟，这个路还不行。哎呀，我们要如果在这下去钓的话，还真的要注意安全哎。拉树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树是活的，这个树要是死的树啊，你千万不要去抓它。哎，你看不是扶这个树可能就摔跤了。前面有个钓友正在钓鱼，你看了吧？这个真的像他们说的，以前可能真的是公路啊，从那边过来，下面路下面呢正好是树，这是废弃的公路啊。另外的话，我们还是要来问一下钓友，钓到没有？没有，还没有是吧？经常来钓吗？没有。哎，这个地方应该不错哎，风也小一点，水面也大一点，而且上面缓缓的，也安全一点嘛。我们选了几个窝点，现在呢就决定在这个地方打窝了。在这打窝呢，我还是用这点粗颗粒的吧，今天用的是重窝。还有一个方法，再给你们看一看啊。这个我们的饵料呢粘度不够，而且呢怕这个今天打了明天钓的话呢，怕小鱼啊或者有水流乱报，我们这个饵料会它飘得很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土呢是很粘的，我们可以加点土，把这饵料团到一起。用一支竹竿作为标点，方便记住窝点，也便于观察水位的涨跌。对于明天才放竿垂钓的我们，一切才刚刚开始。清晨，浓雾刚刚散去，历经一晚的发酵幼鱼，窝子里应该有鱼了。今天的我们不会再仓促冲到昨天上下陡坡的危险，组装好浮台，转走水路，逆流而上。你看那边的施工，整个山体的滑坡。哎呀，这是我们昨天插的竹竿嘛？这个淹上来多少了？这是插到水里的都飘起来了嘛？夸张的水位涨跌，让我们与窝点彻底失联。无奈于大自然难以捉摸的脾气，也只能现打窝子，一切重新来过。而看起来野性难驯的金沙江，能否被我们征服呢？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现在呢想开点饵，这边呢我就先开个手扣饵。这个超幼呢，我用到40%。开口料，我准备用到30%。它这里面呢有很多小米在里面。无霜呢，它是鱼骨粉的，因为这个冷水鱼啊，它还是爱吃腥的，
我还是想把这个呢加到30%，加到无霜。搅拌过以后啊，就可以加水了。这个的水比啊，应该是在1比0.8到1比0.9。这个迅速的搅拌完了以后呢，让它再吃水。一切准备就绪，刚坐上钓位之时，每个钓鱼人其实都是信心满满，仿佛水中的鱼儿在向你招手一般。可是水流乱象，天气多变的金沙江里，钓起鱼来和普通的水库肯定存在区别。还不等我们扬起兴致，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让大毛雨神的名号再次响彻山谷。刚才是出太阳热，现在突然就是，你看这雨下多大，这就是在这高原上，说变天就变天，说翻脸就翻脸。哇，你看这水面雨下多大，风也大，雨也大。哦，这个啊！云南的天啊，变化太快了，一会狂风，一会暴雨。你看，这边也是不说狂风暴雨吧，那边你看它彩虹，真的很漂亮。那边出的太阳。当时我是准备钓这个方向的，因为我这后面嘛，这个是个从山上淌水下来的。这个淌水下来的地方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应该淌水下来的地方有新鲜水进来的话呢，就会把山上的这些东西啊，冲下来让鱼吃，所以这个地方应该鱼多一点。但是真正这边呢，我也钓不了，因为那水太深。我现在就是偏了一点，还是没有口啊，还是没有口啊。钓一会儿吧，反正打的窝子是白打了啊，补了点窝。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前雨后是垂钓不可多得的好时机。趁着这会儿拨开云雾见彩虹，抽上几十竿，鱼儿岂有不来之理？哎，好，哎，哈哈，好，真正的目标鱼呀，真正的猎户鱼呀，猎户鱼呀，哎呀，看到了吧？这就是我想钓的。你看它嘴巴多小，嘴巴朝下的，看到了吧？我的线也是特地用细线，粗线我看他们当地钓友钓。线粗了一点，进不了口，真的是漂亮，这条鱼非常漂亮。这条鱼还算大的吧？应该。这个差不多了。对吧？对，你看，它的嘴巴能看到吗？对对。对吧？对。很标准的吃口。这真的是，哎呀，不枉此行，就这一条鱼就不枉此行了。哦，当地叫面鱼是吧？哎，好，饵料对路了，我跟你讲啊，嘿嘿嘿，我来拉一趟饵，你看，我要拉一块饵，我估计下去啊，很可能就会上。因为早上的时候啊，我看到他们钓友钓了，那个口很大，我看他们有的是挂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鱼啊，鱼口很大，但是上来以后看它这个鱼嘴啊，你看你们给我看那个照片上面啊，我感觉它的嘴就朝下的，嘴一朝下跟我们钓的黄尾都差不多，黄尾啊、固鱼啊、那种鹰嘴啊都差不多。看漂，看漂再顶到葫芦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哎，这就明显的，你看，猎户鱼。我们调得很低，这个子线它是弯曲的，弯曲的话呢，因为这个鱼的嘴巴嘛很有特点，你看嘴巴朝下，它的嘴巴朝下，所以它吃钩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动作你感觉很大，扑黑漂打不到它，但是呢它顶漂我们调得很钝，就是调低钓高，这样的话呢它
咬完钩以后呢，它再往上顶漂，这时候打它一般都是正口。雨后这一阵的连杆，让垂钓迎来了一阵小高潮。猎腹鱼也算是给足了我们这群外来汉的面子。不过云雾一来，阳光顿时藏匿了起来，鱼儿伴随着乌云的远去，也开始了停口。它这个饵球能不能再比现在这个小一点？可以小，但你小了到底，我怕没东西了。因为这水太深了嘛。对对。啊。今天我用的是一只6.3米的杆子嘛，6.3米的开沃的水乌影。它因为它这个不是针对大鱼去的，但是呢，就3、5斤、10斤、8斤的鱼呢是没问题的。再说你钓这个猎户鱼，它本身就不大嘛，对吧？我们线组用的也细，我今天用的线再多是大线，是中西的这个2号的主线。子线我用它是它的那个集团的0.6的子线。线用的子线用的更细。浮漂呢，我用的是一只1606的，是等于藻弧形的一款漂。现在我们这边当地的话，大多都是不用漂，挂前在30子线在20到30公分左右，挂个20克、30克的坠。挂个铅，然后直接挂蚯蚓。对，然后就是钓那种比较笨钓嘛，我们这边叫笨钓。插个杆子，看杆尖子也行。对，杆子摇晃起来，它就起杆，那条鱼就挂在上面。但是它这种钓法的话，就太慢了。来了一口，中鱼率太低了。来，中鱼了，来中鱼了。哎，这条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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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条还行啊，这条，什么鱼啊？是个红的，我看到了。不知道啊，我没看到，水太浑了。漂亮，漂亮！不要让它跑了啊！鲤鱼，我的线很细，0.6的线，没事，不要紧。我先把那个抄网。啊，不要紧，不，我这有抄网。有了，有抄网，没事。哇，漂亮！鲤鱼，金沙江的鲤鱼啊！我刚才我们俩还在聊了，他们怎么样钓的，用笨钓，你看。哎呀，金光闪闪，太漂亮了！这个鱼，不是关键，我这个线太细了。现在不会，现在走不了了。就刚才那一头要走掉就走掉了，现在走不了，他现在走不了了，你放心，他肯定走不了了。现在肯定走不了，你放心了。走不了了。哦，真的是正宗的金沙江鲤鱼，往后面站点，对。哎，好，我真的是，哇，嘴也是红的吗？这个鱼啊，嘴也是红的。准备了，小球。等一下了，等一下，哎呀，好，哦，太漂亮了。哎呀，不慌，我来把那个钩子拿掉。金黄色的，刚才这都差点走了，走了就遗憾喽，好，真的在这里面钓的这个鱼真的是真不容易，哎呀，这位正宗的金沙江野生鲤让大毛大呼过瘾，垂钓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窝子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鱼，也许昨天的窝子还没有彻底离我们远去。伴随着这尾漂亮的鲤鱼上钩，猎腹鱼也毫不客气，大开金口。哎，你看现在啊，抛下去以后，漂一翻身以后，始终是在葫芦上，你能感觉得到。我们正常的漂应该它已经就是到位了，它现在葫芦上顶着，它会完全等到我们子线到位了以后，它才会慢慢的、缓缓的往下。哎，
又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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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非常清晰的这一口，你看，啊，又有了吧？可能是感觉到怪怪的，哎，这个浮漂怎么老不下？哎，又搞了一口，又上来了，又上来了，两尾吗？会是两尾吗？哦，一尾，我还以为是两尾了，因为是两口。种鱼的节奏一直持续到晚间，鱼口伴随着夜深也慢慢的停歇了下来。身体的不适让大毛有苦难言，但是顽强的意志却一直在支撑着他继续坚守。在众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后续还有更为漫长的路途，大毛还是决定收竿，把更多的期待留到下一站。这天黑了，我们钓到现在也没口，大概也钓了有快2个小时了吧。我们还是准备收了，准备还是要赶往下一站了。哎呀，还可以，猎户鱼大大小小也钓了10多条吧。哎，别蹦了，我现在放你了，别蹦啦，求你了，最后喝个饮放你，好吗？好了，他知道了，他听懂，哦呀，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哦呀，下去了，下去了，下去。哎呀，不好意思摔他一下，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大小小，啊，你看看，哎呀，非常漂亮。哦，回去吧，哎，好了，都走了，好了，我们收吧。